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欢迎收看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《复仇者联盟》。电影一开始，在一个椅子的背影中，奇塔瑞人首领在向椅子上的神秘人报告着宇宙魔方的下落。在雷神的片尾中，我们知道洛基并没有死，而他也受命带领大军攻向地球，夺走宇宙魔方，并得到了神秘人借给他的权杖，由一颗可以控制他人思维的宝石制成。而胜利的条件是地球属于洛基，宇宙则属于那个神秘人。镜头来到地球，战地指挥希尔和 Motherfuck Free 走下了飞机，在吃瓜群众寇森的报告下，得知了雷神片尾中与 Motherfuck Free 合作的艾瑞克博士一直在研究宇宙魔方，但魔方现在却自己开始活动了。博士告诉他，魔方现在根本不受控制，但魔方暂时没有危害，只有微弱的伽马辐射。一直负责监视的巴顿在高处观察着一切。魔方的能力是可以开出一道通往任何地方的门，而这时魔方发生了反应，从门里走出来的是洛基。一脸邪笑的洛基袭击了 Motherfuck Free， 也干掉了其他特工。巴顿也被心灵宝石控制，变成了洛基的人。想要带走魔方的 Motherfuck Free 被洛基叫住，自报家门后，大家知道了他原来就是索尔的弟弟。紧接着博士也被洛基控制，基地马上就要爆炸。Motherfuck Free 在拖延时间，但洛基根本不给他机会。这时爆炸导致整个基地陷入了地下，希尔也被困在了出口处。在大家互报平安之后，这场战争也在洛基的到来后展开。俄罗斯某地，娜塔莎被黑军方绑架勒索。这时寇森的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威胁对方让娜塔莎接电话。在演戏的娜塔莎得知好友巴顿被敌人控制后，让给对方3人2只手的情况下，还把对方打得跟狗一样。解决掉最后一个敌人后，娜塔莎拎起高跟鞋才离开了这里。吃瓜群众寇森告诉了他到来的威胁，并让他去寻找那个大家伙，而自己负责求助大款托尼。另一边，逃脱隐居的班纳得知小女孩的父亲生了病后，被领着来到了一间远离市区的小破屋。等到的不是女儿父亲，而是娜塔莎。两人初次见面，但聊得并不愉快。知道娜塔莎来自神盾局后，班纳表情不自然了起来。1年多没有变身成浩克的班纳并不想帮助他们，拿出魔方的照片，娜塔莎才告诉他魔方失踪了，地球面临了极大的危险。但魔方只有微弱的伽马信号，只有极度了解伽马射线的班纳才能找到。而 Motherfuck Free 的复仇者计划却遭到了所有议员的一致否决。在他的深情解释下，议员却并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。刚出土的队长狂捶着沙袋，那些曾经的记忆在他脑海里闪过一遍又一遍。随着被击飞的沙袋，队长也终于冷静了下来。Motherfuck Free 交给队长一份关于魔方的资料，早就知道魔方威力的队长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也准备再次拯救这个自己拯救过一次的世界。深海里，托尼正在安装斯塔克大厦的新能源。跃出海面的他飞回了城市，并让小辣椒点亮了自己的新孩子。随着灯光一层一层的点亮，屹立在纽约中心的斯塔克大厦变得十分耀眼。回到家的托尼在模特走位下卸下了自己的战甲。此时寇森的一波先礼后兵闯入了托尼的大厦，交给了托尼一份文件后，他看到了关于索尔、队长和浩克的新闻。托尼眉头立马皱了起来，看到魔方后，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另一边，队长也在寇森的陪伴下飞往基地，看着关于班纳的资料，队长也认识了这位能文能武的博士。洛基此时也正在搭载这个开门的机器，利用心灵宝石的力量，他再次见到了奇塔瑞人首领。双方虽然合作，但都互相不满。首领也搬出神秘人，想要压住洛基的气焰，对本就不可能屈服他人的洛基反而更是火上浇油。在首领的又一番无用威胁后，洛基也回到了自己的现实，但他的表情依旧充满愤怒。队长此时也已经登上了神盾局的战舰，见到了娜塔莎。两人聊天中，娜塔莎告诉队长寇森是他的头号粉丝，还收集了一堆美国队长限量卡片。谈话中，他也见到了同样来寻找魔方的班纳。在娜塔莎的提醒下，这艘飞船上了天空。看到现代科技的队长微微一笑，班纳却呆萌的不知道干什么。安排所有人准备他需要的装置后，班纳决定立刻寻找魔方的下落。被控制的艾瑞克博士需要一个特殊陨石来完善他的传送门。巴顿与洛基谈好计划后，就准备出发。给队长炫耀自己绝版卡片的寇森查到了洛基在德国的行踪，队长也立刻出动。身着西装手拿权杖的洛基走了下来，拿到了巴顿需要的眼球后，完成了计划。幻化变身后的洛基中二病突然犯了，他控制住了所有无辜的群众后，大喊一声
他的一堆毒鸡汤让一位老者听不下去，准备杀鸡儆猴的洛基被队长挡下，娜塔莎也前来支援。两人的第一次肉搏中，队长完美表演了体操的艺术。此时，一曲从天而降的 BGM， 两脸懵逼后，托尼闪亮登场。火力压制下，洛基选择了投降。抓捕归案的路上，队长聊了老爹又聊儿，托尼一番自负的话也让队长贼不爽。第一次约会呸，第一次见面都没留下好印象。这时天空一道闪电，惊得洛基贼怕呀。索尔也来到了飞机上，托尼感觉不对，立刻武装，依旧被索尔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喜欢锁喉的兄弟俩也离开了飞机，托尼不顾队长孤身追击上去，不放心的队长也立刻跟了上去，逼问洛基魔方下落的索尔见到了自己弟弟并没有死，心软的说了一堆心疼的话，但是依旧无法抹除洛基心里的不平衡。哥哥的再次逼问下，洛基依旧没有说出他和神秘人的交易。赶来的托尼也带着索尔摔了下去，依旧嘴不留情的托尼也惹来了索尔的不满，一锤把他打出去老远。边缘 OB 的洛基全程观战，托尼掌心炮加胡来的左脚也扳回了一城。索尔此刻怒劈托尼，却反倒让托尼的能量瞬间爆表，4倍伤害下，索尔被锤飞，战斗力瞬间上涨的托尼和索尔来来回回打了几个回合，却都没有分出胜负。直到一张过去的 CD 打断了两人的战斗，头脑简单的索尔砸向队长，伤害却被震惊盾牌全部吸收。三巨头秀完操作后，洛基也被顺利抓到神盾局。正在工作的班纳看了看洛基的音效，摘了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，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洛基也被关在用来关注浩克的囚笼中，与 Motherfuck Free 聊的所有内容都被他们听得一清二楚。本来想用魔方研制武器的局长也被洛基戳到了痛处。显然这些话都是洛基的有意所为。所有人都在索尔的解释中知道了洛基的计划，而第一次商讨计划中，大家就已经产生了分歧。随着托尼的到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这个自大的男人。托尼和班纳两人也成为了最有共同话题的科学组。队长的尬聊也让托尼露出了欣慰的表情。有了托尼的加入，班纳的进度大幅增加。挑逗班纳的托尼被队长怒斥，也让两人再次有了冲突。而洛基之前的对话让所有人都觉得局长有所隐瞒。班纳博士也分析出，拥有新能源的斯塔克大厦是洛基实战计划的绝佳之地。他们一个靠科技，一个靠人力，决定查出局长隐藏的秘密。此时索尔也在和局长的谈话中猜测到洛基被抓也是计划之一，但审问洛基的却是娜塔莎。在洛基一顿言语打击中，娜塔莎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但这表情随着洛基说出真正的计划，释放班纳体内的浩克时，娜塔莎表情一收，结束了自己骗过洛基的演技。微笑着离开的娜塔莎只剩下一个一脸懵逼的洛基。这时所有人也已经挖掘出了局长的秘密，利用宇宙魔方的力量制造武器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现场混乱不堪，所有人互相失去信任，也互相责怪着。这一切都是心灵宝石释放了所有人心中的不满与疑惑。宝石由于所有人的积怨，也发出了让巴顿检测到的信号，追踪到了隐形的战舰。但现在他们内部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烈，队长甚至要和托尼干上一架。巴顿也射出了一支爆炸穿云箭。异常焦躁的班纳说出了自己所有的不满，令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他却不知道何时已经手握了权杖。随着一声爆炸，所有人分头行动，只有被压制住的娜塔莎与未恢复情绪的班纳被困在屋内。本身就要失控的班纳，加上这场袭击，让他彻底释放了浩克。疯了的浩克一路追杀娜塔莎。计划成功的洛基又一次笑出了声。托尼与队长协作修复被炸毁的螺旋桨，娜塔莎却依旧被浩克追击着，直到索尔冲来救下了娜塔莎。两个目前最强战斗力也打了起来。索尔试图唤醒班纳却失败了，而铁盾这边也遇到了诸多不顺。一瞬间，所有人陷入了困境。浩克与索尔的战斗还未结束。Fight! 驾驶室一行人也受到了袭击，受命吸引浩克注意力的战机也扫射着他。被挠痒挠急了的浩克上演徒手拆飞机，自己也随着飞机的爆炸自由落体。托尼专注地修着螺旋桨，队长专注着保护托尼，两人分工明确。接到巴顿位置的娜塔莎决定前去阻止，而索尔立马找到了弟弟，却被同一招再一次欺骗。得意的弟弟又耍了哥哥，觉得贼开心。但闻声赶来的寇森打断了一切，试图阻止洛基，但却被反杀。
洛基简直就是一招吃天下呀！杀死了寇森后，他将索尔的牢笼扔了出去，靠喵喵锤逃出去后摔到了草地上。此时娜塔莎也已经和巴顿大战了300回合，一拳敲晕了巴顿。在托尼的帮助下，战舰恢复了动力，洛基也已经逃跑。寇森的死让所有人陷入了沉思，班纳和索尔不知下落，队长和托尼也身疲力竭。所有人也因为寇森的死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，知道了复仇者存在的必要。巴顿也逐渐恢复了意识。托尼在队长的陪伴下惋惜着寇森的离去，两人首次达成协议，共同对付外敌。忽然想通，洛基已经霸占了自己的大厦。托尼暗骂了一句老伙计。艾瑞克博士此时也在斯塔克大厦搭建了开启任意门的机器。复仇者们每个人整装待发，决定去找洛基复仇。战甲已经严重损坏的托尼回到了自己的大楼，看到已经运行的机器，但却无法阻止，命令贾维斯抓紧时间启动未完善的 Mark 7后，托尼开始拖延洛基的时间，搬出浩克来威胁洛基的军队。洛基想让托尼成为他的傀儡，但权杖却对反应堆不起作用。气急败坏的锁喉兄弟洛基掐住托尼的脖子，老贾也已经准备就绪。被丢下楼的托尼立刻受到了老贾的支援，穿上了目前火力最猛的战甲 Mark 7。此时传送门也已经打开，托尼前去迎战。面对敌人的数量攻击，托尼即使火力再猛，也无法把他们全部杀光。在托尼手下活下来的奇塔瑞人便开始攻击城市的市民。迟迟赶来的索尔劝说自己的弟弟，却再次被欺骗。斯塔克大厦也在战斗中变得不完整，队长一行人也前来支援迎战的托尼。这时传送门里出现了一个大家伙，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家伙，托尼一时无法应对，城市也在奇塔瑞人的攻击下残破不堪。所有人使出了浑身解数来对抗这场硬仗。此时班纳却姗姗来迟，得到队友的谅解后，托尼吸引着大家伙飞了过来。本就愤怒的班纳迎来了发泄的机会，班纳变身浩克，一拳打得怪兽头皮发麻。托尼的一发飞弹也把怪兽炸得肢解。这时的复仇者才刚刚集结，伴随着洛基的一声令下，奇塔瑞人全军出击。队长分配计划后，复仇者全员进攻，所有人一瞬间默契十足，各种康爆秀得眼花缭乱。但不关闭传送门的话，敌人根本杀不完。议员也绕过局长的命令，向纽约发射一枚核弹。一路杀过来的浩克根本听不进洛基的中二台词，抓着脚就是一顿动词大词，直接将洛基摔成了麻瓜。托尼也用出了自己全部火力，贯穿了一个大家伙，导致自己能量不足，被小怪欺负。未能阻止核弹发射的局长立刻告诉了托尼，而找到方法关闭传送门的娜塔莎也通知了所有人，将所有能量转化到推进器的托尼一路追向了核弹，并让娜塔莎等会儿再关门。其他人已经战斗的有些力不从心，独自拦截核弹的托尼决定把核弹送往传送门。知道托尼这次可能回不来了，老贾贴心的打给小辣椒，却没有人接听。所有人都在为这颗核弹揪着心。利用自己全部力量的托尼成功把核弹带进了传送门，独自一人拯救了所有人，并炸毁了敌人的总部。伴随着爆炸，所有奇塔瑞人失去了战斗力，而托尼也闭上了眼睛，准备接受自己的死亡。队长也命令关闭传送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托尼从传送门里摔了出来，失去意识的托尼自由落体被浩克用身体接住。队长隔着铁皮听心跳的操作也是骚的不行，都以为托尼已经离开了。浩克一声怒吼唤醒了托尼，这也成为了托尼离死亡最近的一次，而且孤立无援。尽管城市被破坏，但复仇者们还是守住了这片家园。新闻四处报道着这个拯救所有人的队伍，连神秘白发老者都吐槽了一句，洛基也将被索尔带回阿斯加德接受审判，宇宙魔方也将被阿斯加德保管。胜利后，所有人都解散回家，但复仇者联盟还会一直守护着地球。片尾中，坐在椅子上的神秘人终于站了起来，他就是灭霸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一阶段也到此告一段落了。欢迎关注订阅我们的栏目，下一期就要进入到漫威宇宙第二阶段，钢铁侠3。